母亲再婚那天，继父将我拖进了婚房，他不顾我的挣扎，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，嘴上骂道：“婊子，老子让你天天跟你妈说老子坏话。”我哭着向一旁的母亲求救，她却避开了我的目光。我是为你好，我们都要成为一家人了，我不希望你们之间有隔阂。崩溃之下，我摸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，正要向身上的继父刺去，母亲却抢先抓起桌上的花瓶，打向了我的头。再一睁眼，我回到了母亲初遇继父那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一呀，你觉得李叔叔怎么样？面前的母亲抱着李亮送她的花，笑得满脸娇羞。我强忍着心中的恨，笑着反问她：“妈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”母亲被我一番话问得面红耳赤，见我没有反对，磕磕巴巴的道：“我觉得不错，很懂分寸，也很绅士，对我的条件也不介意。”看着她少女怀春般列着对方的好处，我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，为她的愚蠢和虚伪嗤笑于心。李亮确实绅士，不过只是看起来而已。前世他就是凭着这副外表，将母亲迷得找不着南北，完全忘记了之前口口声声要为父亲守寡的决心。我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，一眼就看穿了李亮虚伪的表皮，委婉地多次劝说着母亲，奈何他恋爱脑晚期，最后我也只能放弃。谁知他竟将我每一次的劝说都抱怨给李亮听，让他早早就对我怀恨在心。额头上隐隐传来钝痛，我看向母亲，眼里漾出笑意。既然喜欢，那妈你就处处看好了。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。母亲瞪大了眼睛，脸上的表情从欣喜逐渐转为疑惑，语调犹豫，试探地说：“小易，你不反对啊？”“当然不反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反对？”我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。“你喜欢就行啊，我管那么多干嘛？又不是我和他过日子。”母亲张了张嘴，将话扼杀在喉咙里，变成了一声尴尬的咳嗽。她伸出手想要挽上我的胳膊，被我不动声色地避开。这辈子我不打算再去管他们俩之间的那档子破事。巴不得这对渣男贱女所死，自然是双手双脚支持他们所谓轰轰烈烈的爱情。只不过没得到我的反对，母亲倒是开始有所顾虑。在李亮发来消息约她的时候，拒绝了好几次，后来还是架不住对面的热情，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。我对他的情分早就耗尽在临死前的袖手旁观里，也不想忍着恨和他虚伪盘旋。在确认了两人之间的进度后，找借口搬离了家。母亲和上辈子一样陷入了热恋中，这辈子没有我的劝阻，二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，开始成双出入。我总是频繁地看到母亲朋友圈的双人合照，母亲被李亮揽在怀里，满脸娇羞，就好像是一对普通的情侣一般。我的母亲就是被父亲宠得太好了呀！我盯着手机中二人的笑容看了很久，直到手机自动熄屏，房间内又陷入了一片黑暗。再次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，已经是1个月之后。“小易，我很想你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？”电话那头的母亲声音中带着哽咽。如果抛下这1个月我们从未联系的事实，我倒是真要怀疑他这句话的真实性。我沉默不语，连眼皮都懒得抬，正准备随意敷衍，却隐隐听见了旁边传来的男声，浑身的血液瞬间沸腾，心脏猛地跳动，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是李亮，这是我重生后第一次再听见他的声音。上辈子的记忆涌现出来，压在身上的男性身躯
耳边的威胁，还有濒死的绝望，我突然感到了窒息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电话那头的母亲没等来我的回复，却也没注意到我的不对劲，她好像换了个地方。随即传来了关门上锁的声音，这才小声的支支吾吾地开口：“小易，你们工资多少啊？”我缓下心中剧烈的情绪，慢慢平静下来，垂眸：“怎么了妈？我最近手头有点拮据，正想找你问问爸留下来的那笔钱。”“哦，我就随便问问，你爸那钱我正好收着呢。”他的声音颤抖着，我却听出了一丝心虚。“那就好，我过几天回去拿，毕竟是我爸留给我的嫁妆钱。”一听我的话，母亲顿时慌了，忙道：“小易，其实我没去管他的辩解，将电话挂了。那笔钱到底在不在，还剩多少，我心里最是清楚不过。李亮到底为什么会看上母亲？不过就是因为父亲留下的那笔钱罢了。他哄着母亲将钱拿给他，等我发现的时候，母亲前后已经交出去了10几万。我拿着转账记录就要报警，却被母亲死地拦住。她说了要娶我，不过和朋友开公司需要钱。我相信她，她甚至去厨房拿着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威胁：“如果你敢报警，我就死给你看。”李亮原本是个修车工，起先还算勤勉，后来被好友带着沾上了赌博，身上的钱逐渐败光后，才动了歪心思。他打听到了母亲的事，铤而走险设计了这么一出。他平日里的形象太好，外面人都说他老实，所以在他提出投资的时候，母亲并没有半分犹豫。事情败露后，他跪在母亲面前求着原谅，态度十分诚恳。母亲心软地原谅了他。为了隐瞒，他和我说钱都拿去做了嫁妆，这辈子没有我的阻拦。母亲给出去的钱更多，李亮哪里还像上辈子一样小心？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早就欠下了一大笔债。我将手中的照片点燃，扔进了一旁的烟灰缸。这次母亲开口，必定有着李亮的授意。我早的就托人联系了那边的赌场，花了点钱，让他们给了李亮点压力。估计是李亮有些着急，从母亲身上捞不到好处后，才把目标投向了我。可惜了，他现在不过是想要钱，我却是一开始就想要他的命。小易，你回来啦！母亲打开门看见我，脸上挂上了笑，伸手就要接过我的行李。我侧身避开他，目光看向厨房里走出的男人。李亮身上还穿着围裙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小易来了，你妈妈一直念叨着你，总算又见面了。”他眼底还带着乌青。我双手抱胸，靠在门上面，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对于他的客套没有半分表示，想必是他感受到了我的抵触，尴尬地咳嗽了几声，转身离开。母亲见此，忙着拉起他的手，嗔怪地看着我，满脸不赞同的道：“李叔叔知道你要来，一大早就过来收拾屋子呢，还做了一大桌子你爱吃的菜。”李亮听见他维护的话，将母亲抱住，二人含情脉脉地对望着，惹得我一阵反胃。我懒得搭理他们，直直地看着母亲：“我爸临终前那笔钱呢？你说给我，我才回来的。”这一句话一出，暧昧的氛围瞬间消失殆尽，母亲的脸上瞬间没了血色，勉强地挤出了一个笑：“李叔叔和我求婚了，那笔钱我们拿去买房了。”我哦了一声，慢悠悠地坐在了沙发上。本来就不指望能拿到那笔钱，倒是有些意外，李亮的进度比上辈子快了许多。见我没再追问，母亲明显放松下来，给我夹着菜，嘴上不停地念叨着，眼中满是心疼：“这么久没见，都这么瘦了，多吃点补补。”
眼见着一块块肥肉进了我的碗，我将筷子放下，嘴角扬起淡淡的笑，双眼定定地看着他。妈，我对虾过敏，有胃病，吃不得辣和油腻的东西，你怎么全忘了？母亲似是被我嘲讽的语气刺到，连忙起身，却不小心带倒了桌上的杯子，玻璃杯碎了一地。她的双眼顿时浮上雾气。李亮连忙拍着他的背，轻声哄着他，回头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小易，你也太过分了些。她好歹是你的母亲，哪门子的母亲？”我垂眸，从口袋里拿出纸巾，细细地擦着身上被溅到的水，突然笑了。我没见到谁还没结婚就给了30万的嫁妆。李叔，你的彩礼什么时候到账？这下两人彻底不说话了。母亲嗫嚅着要上来抓我的手，却被我一巴掌扇开。小易，他不可置信地捂着脸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来。李亮被我揭穿，也撕破了脸，扔开怀里的母亲，指着我大骂：“除了我谁还要你妈？一个老女人带着一个赔钱货！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又是一巴掌扇了上去。这一巴掌带上了前世的恨，清脆的响声响起，我用了十足的力气，手心都有些发麻发烫。这下他彻底怒了，红着眼就要上来拽住我。我抬手就举起手上的凳子。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，缩在角落里抱着自己一声不吭。李亮被我一凳子砸到了胳膊，捂着手直喊疼。母亲这才狼狈地爬出来，挡在了我面前，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腰，放声大哭：“你别打亮哥，别打亮哥！”后面的李亮还在骂骂咧咧地说要报警，母亲才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抬起头肿着眼看着我，满是坚定：“你再打我就报警，报警把你教育一顿。”我被他的无耻气笑了，心中最后一丝感情也没了。放声大笑起来，边笑边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？他该打。他前妻就是因为家暴和他离的婚，他赌博欠债几十万。我帮你教训这个骗婚的人渣，你还要报警抓我？”母亲被我一席话说得愣住了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软绵绵地倒在地上。她双目空洞无神，最后嘴里只重复着：“你就是不想让我幸福，我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，你走，你给我走！”我的手一顿，将早就准备好的断绝书拿出来，淡淡地看着他，递过去了一支笔。口头上的断绝有什么用？签完我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他不停地流着泪，最后恶狠狠地拿起笔，像是发泄般瞪了我一眼，直接签上了字。将我的行李箱提起，扔到了外面。我收好东西，没再回头看一眼，直直地走了出去。从小时候起，我就发现母亲并不在意我，她曾将我一个人丢在街上，最后是父亲红着眼带我回了家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哭了一天，差点被人贩子领走。10岁那年，母亲不小心打碎了爷爷最爱的花瓶，却将我推出。我被爷爷打了10几棍，他只会在一边哭。后来絮絮叨叨地和我说，他本来就不被爷爷喜欢，是怕爷爷骂他。我缓缓地闭上了眼，手里握着的纸好像在发烫。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一个小孩跑了过来，脸上满是疑惑。他将手上的糖递给我，甜甜的笑。吃糖就开心了。陌生人的善意让我的眼眶发酸，我埋头放声大哭起来。面前的小女孩被匆匆赶过来的母亲拉走，最后只来得及匆匆地喊了我一声姐姐。我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擦干了脸上的泪，登上了回去的车。从那之后，我和母亲再也没联系过。我开始将全部的精力投到了工作中，整日加班加点地赶着项目，将所有的事抛之脑后。
却在一天下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她好像完全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，语气中满是欣喜：“小一呀，妈妈怀孕了，要给你生弟弟了。”“是的，弟弟。”我闭了闭眼，没有吭声。母亲是偏僻山区的孩子，本来要被家里卖出去，恰巧遇到了父亲，才得救。他一直觉得爷爷奶奶不看好他，是因为我是个女孩。小时候就经常哭着问我怎么不是男生。至于怀孕，我的眼神一凝，母亲已经50多岁了，大概率是绝经，不会是怀孕。见我不说话，母亲估计是觉得我已经消了脾气，趾高气扬地使唤道：“你爸在外工作不方便，你回来照顾我。”“我哪有爸？我爸早就走了，还有人上来赶着当死人呢。”我眼角微微勾起，嘴角挂着轻蔑的弧度，讽刺从容地流露出来。电话那头的母亲被我毫不留情的话一噎，半天你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最后还是低沉的威胁：“无论怎样，我都是你妈，你不来，我就去网上闹。”他的语气太过陌生，我一下子想到了上辈子只会哭哭啼啼的母亲，大概是近墨者黑。那次撕破脸后，李亮的脾气应该早就不再掩饰。过了这么多天，母亲竟然将他的无耻学了个10成10。我挑了挑眉，突然笑了：“随你，我可没有你那么厚脸皮，上赶着给人做牛做马。”最后他咒骂了几句，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。我倒是意外他突然改变的性子，还新奇了好一阵。回去是肯定要回的，不过我不是为了照顾母亲口中那压根不存在的弟弟，而是要去解决李亮这个祸害。我拉开窗帘，俯瞰着街上的车水马龙，前世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走马灯般的拂过。我伸手摸上了玻璃上倒映着的脸，就快了。我轻声呢喃，几天的催促下来，我才不紧不慢地回到了老家。母亲看见我的时候，才终于缓了脸上，嘴里冷哼一声：“现在才来。”我也没在意她的阴阳怪气，问：“去医院看过了吗？”“干嘛去医院？”她皱起了眉：“医院就是骗钱的地方。我生过了你，我还不清楚。这个月的月经迟迟不来，8、9不离10。”我懒得嘲笑她的无知，目光在屋子里打量了一圈。家里不少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，看起来有些空荡荡的。“你男人呢？”母亲瞪了我一眼：“他是你继父，你态度放尊重点知道吗？”说完，他脸上又浮现上甜蜜，抱着脸笑得羞涩。“亮哥在外挣钱呢，他说不能苦了我们的孩子，要赚钱养我们娘俩。”我哦了一声，语气拉长：“转了10几个弯。就他还工作呢，债还上了吗？”一提起这个话题，母亲就不乐意了：“你老是针对他干嘛？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我还不了解，你又能懂什么？我还能懂什么？他在外面欠下多少债，找了多少女人，我都清清楚楚。”我心里暗暗吐槽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“几天几夜不回来，在外养女人了吧？”母亲被我嘲弄的话语说得愣住了，面上的得意没了。我敏锐地从她眼中捕捉到了一瞬间的迷茫和疑惑。“怎么可能？亮哥说过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们婚都结了，他怎么可能背着我养女人？”母亲越说越不自信，到最后还有些磕巴。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我知道他疑心病重，之前父亲不过是稍微晚回家了一点，他就哭着质问父亲是不是在外有了别人，怎么这么晚回家。他会天天翻父亲手机，指着上面的联系人一个一个问父亲是谁。但凡父亲身边的女性都被他警告过了一遍，达到了预想的效果。我愉悦地坐了下来，哼着小曲，没再管他。眼见着他越来越坐不住，
后面直接面色不愉地拿着手机走进了房间。我如愿地听到了里面的怒吼，将手中的矿泉水瓶在桌上不轻不重地一放，眉梢微微一挑，点开了微信的对话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东西发我一份。看见对面秒回的一个 OK， 我慢悠悠地将传送过来的文件保存好，关上手机，抬头看向了母亲的方向。李亮是在温柔乡里被警察抓到的，同一张床上的小情人哪能见到这种场面，慌乱着用被子盖着自己。母亲看见李亮光着的身子，尖叫着就要上去打他。李亮众目睽睽之下被我母亲扇了几巴掌，哪怕是再笨也反应了过来，抓住母亲的头发就死命地扯。贱人，你敢报警！一旁看热闹的围观群众这才反应过来，上前拉开了他们。母亲哪能受得了被李亮这么对待，见状马上去拉那个女人的被子，抄起床边的凳子，作势要砸上去，面上还哭哭啼啼：“我让你勾引别人，让你勾引别人，贱人，贱人！”警察见事态愈发不好控制，只能制止住几人，全部带上了警车。我从始至终都从容淡定，等看见跟在后面的我时，李亮才突然惊醒，就要跑过来打我。是你对不对？是你报的警。我又不傻，闪身躲到了护着我的女警身后，狠狠地掐了大腿一把。痛意袭来的时候，真情实感地哭了出来。就是他骗婚，扑我妈，骗光了爸爸留下来的钱，现在还玩出轨。对比一个只会发疯的出轨男，警察当然更偏向无辜的我。掏出银镯子就给李亮戴上。李亮瞬间安静下来，母亲却被我的举动震惊了。刚要说什么，我凑上前捂住了他的嘴，靠近他耳边小声道：“李亮现在被外面的女人勾了心，你听我的，等他悔过之后会回来的。”母亲这才点了点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被带走的李亮。没有一个人会主动交代自己犯下的罪行，李亮自然也不例外。无论警察问着什么，他都打着马虎眼，死不承认。我正死死拉着母亲的手，见此捏了捏她的掌心，冲着李亮挑了挑眉。母亲瞬间领悟了我的意思，不敢去看李亮，看着警察支支吾吾的道：“在婚前他就让我投资。”我看见他似乎有些纠结，抢过他的手机就递了过去。这是他和我妈的所有聊天记录，前前后后我妈给他转了几十万，到现在1分钱都没有归还。一旁的李亮瞬间涨红了脸，就要上来抢过手机，却被警察按住。母亲看着面前的阵仗，也有些傻眼，眼泪还挂在眼眶中迟迟不掉，看着十分滑稽。李亮动弹不得，只能嘴上骂着我，随后软了脸色，看向了母亲：“婉婉，我不是骗婚，我是真的爱你啊，你真没必要报警。这个贱人不是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吗？你听话，我们回家好好说。”母亲见他这副样子，随即看向了我，说：“既然亮哥都知错了，这事就算了吧，我们回家。”这话一出，不只是我，一旁的警察也被他这反应惊了一下。一位民警开口：“大姐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这确实有点骗婚的嫌疑。我们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母亲就闹着要回家。几人无奈，2个女警将母亲拉到了座位上，好生劝着。见我没依着他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“不行，你们必须放我们回去，这事就这么算了，不能追究。”他像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抱着肚子哎呦哎呦的直喊疼。“我怀了亮哥的孩子，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你们放我走，不然我去投诉你们。”女警犯了难，求救的看向了一旁看好戏的我。我正要说话，
母亲像是想起来什么，指向了我。我们早就断绝关系了，你管不了我们家的事，你就是个外人。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，直直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，我确实是个外人，只是陈阿姨，您还欠着我的钱没还，我现在不是外人，是你的债主。父亲临死前并不放心母亲，他偷偷地立了一份遗嘱，递给了我。我从来没想过这份遗嘱真的会被拿出来作证。母亲本就一团乱，没有主见，李亮又被拘留，他想要仗着血缘关系息事宁人，我又上交了那份关系断绝书，最后他只能咬牙认下。将银行卡递给我的那一天，他好像老了10来岁。我知道他是卖了手上那套房才凑来的钱，他还两眼含泪的想要劝我，我没管他，转身就要走。你等等！他突然拉住了我的衣角，我低头看去，看见了他脸上岁月的痕迹，大概是我的表情太过嫌弃，他最后还是放开了手。我沉默地看着他，等着他开口。这下你可以放亮哥出来了吧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能。他还没说完，我已经一巴掌扇上了他的脸。母亲没有防备的被我扇得偏过了头，愣住了，久久没有动静。陈女士，你别太爱了。我掏出纸巾，仔细地擦着手，冷冷地看着她。你那不是怀孕，是绝经，有空去医院看看，别总胡扯。你那即将被放出来的丈夫可没我这么好说话，他会直接弄死你。他瘫在地上，我居高临下的走到他面前，蹲了下来，认真地注视着他的眼。我爸临死前还让我好好照顾你，说你太单纯，容易受骗。他说你不容易，让我学会体谅你。我不清楚你是否还记得，在他死后，你天天哭着跟我说要去陪他。我劝你的时候，你直大喊没有他你就不能活。陈女士，我父亲不过才去世2个月，你就开始在别人的张罗下相亲。3个月，你满怀憧憬地嫁给了一个只相处了1个月的男人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你自诩的深情到底是什么？是我父亲和你相处的这几十年比不过2个月的无缝衔接，还是你在他死后因为一个骗子要害死他的女儿？母亲的身体自从我说完第1句话时就开始颤抖，她眼中闪着泪光，面上满是无措，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就要拥抱我。我起身离开，脚步没有半分停顿。陈女士，恭喜您自由了，祝您在余生能和您的爱人白头偕老，幸福一生。断了和母亲的联系后，我开始奔波于工作之中，生活的压力让我将注意力散开。直到第2年的清明节，我才回到了老家。那间生活了几十年房子承载着我的童年，如今这一带也开始拆迁，未来会有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房子连带着我的回忆会一起葬送在这里。自从重生以来，我好像只记得恨意，等到大仇已报，心里才感受到迟来的钝痛。小易回来啦！邻居的大婶正在搬家，看见我乐呵呵地打着招呼，我应了一声，在街头的花店买了一束菊花。父亲的墓上很干净，看出来有人在精心打扫。我将花放在了照片面前，毕恭毕敬地上了香。照片里的父亲脸上带着笑，哪怕痛意袭遍全身，他也躺在病床上冲着我笑。身后传来声响，我回头看去，母亲手上拿着束花正走来，看见我，她面上满是惊慌，嗫嚅着我只是来看看。我平静地起身，路过她的时候，她突然开口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和他离婚了。小易，我真的知错了。他嘴里不停喃喃，眼神希冀地看着我，却不敢触碰我。我垂下眸子，4月的风还有些凉，
我拉起了外套的拉链，去看看他吧，毕竟他很喜欢你。没等到我的回答，他倒也是明白了什么，没有再说话，只能听见他低低的抽泣声。路上的店铺大多数都关了门，走了好一会，我才看见了一家破旧的银行。小姑娘，你来取钱吗？门口的店员乐呵呵地看着我，我闭了闭眼，最后疲惫地深呼一口气。我将那笔钱转到了母亲的账户里，都是假的。父亲并没有让我防着母亲，直到临死前还在担心母亲的安危，把我喊过去，一遍一遍嘱咐着要好好照顾母亲。我还记得父亲那时候已经瘦骨嶙峋，明明连我的名字都说不出来，还一遍一遍重复着母亲的喜好。遗嘱确实是给我的，但是却是有2份，如果母亲再婚，就将钱分成2份，一份给母亲。这就是我的父亲临死前还在担心母亲会不会受委屈，有没有人照顾，哪怕他已经癌症晚期，却要拼命工作挣钱，为母亲赚一份安稳。我不知道我是带着什么心情走出了银行。我最后将那份文件放到了父亲的墓前，大概是母亲发现了这些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未知的号码，却是熟悉的归属地。我笑了笑，给手机设置成静音，额头贴上了车窗，静静地看着车外倒退的景色。眼前突然浮现了很小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冲着我笑。父亲将我拖到他宽厚的肩膀上，母亲捶着他的胸口笑。如今我孤身一人走向属于我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